一开始，人类认为黑猩猩是一种性情温顺的素食动物。可是，通过真古道尔长达半个世纪的观察和研究，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非洲贡贝西畔的黑猩猩会通过制作细长的树枝，沾上自己的口水，伸进蚂蚁洞中沾蚂蚁吃。而且，它们还会使用树枝制作的各种工具来攻击猎物，甚至同类。他们会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杀死猎物，扯下它们的四肢分食。更离谱的是，黑猩猩还会像人类一样分化出各方势力，各自角逐。如今已经88岁的古道尔总是会回忆起发生在贡贝西畔国家公园的那场战争。这是1974年至1978年间发生的一场星球大战，可是其血腥程度却丝毫不亚于人类战争，以至于每回忆起那场战争的细节都会做噩梦。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事情的起因还得从1974年说起。这天，非洲丛林的气候和往常一样闷热而潮湿。一头名为迪哥的黑猩猩外出觅食，感到十分口渴。然而，当他蹲在小溪边用手舀水喝时，危险却在悄然降临。一只块头比迪哥大一圈的黑猩猩正从身后小心翼翼地踏着石块接近他。可怜的迪哥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只见那头黑猩猩越靠越近，同时高高举起一只手臂，刹那间向迪哥挥去。下一刻，迪哥永远失去了意识。迪哥的死亡引发其族群卡马哈族内部强烈的不满。由此，卡马哈族为了完成迪哥的复仇，与杀猩犯所在的新卡萨克拉族展开了一场长达4年的战争。尽管战争的爆发是在1974年，但是这场浩劫早在1970年就埋下了祸根。原本一个被命名为卡萨克拉的黑猩猩种族，团结在老国王利基的领导下，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但是看似和平安宁的猩猩王国却是暗流涌动，各个帮派势力正在分化部族，积蓄力量，只为继承老国王的皇位。期间，各种争夺食物的小矛盾时有发生，而这一切都在老国王利基辞世后愈演愈烈。在利基死后，尽管新任的首领汉弗莱年富力强，但是因为缺乏政治根基，他并不能让族群中的所有猩猩信服，由此产生了另一股势力——查理兄弟领导的南方卡马哈族，简称哈族。而汉弗莱也不甘示弱，树立起北方的新卡萨克拉族与之对峙，简称新卡族。由此，贡贝公园里的黑猩猩们进入了诸侯割据的时代。由于汉弗莱和查理兄弟的矛盾日益激化，新卡族和哈族之间的摩擦也从一开始对食物的争夺上升到了战争级别。1974年1月7日，来自新卡族的6只成年雄性黑猩猩有预谋地杀死了哈族成年黑猩猩迪哥，成为这场长达4年战争的导火索。当日清晨，单独外出寻找食物的迪哥在溪水边喝水时，被来自新卡族的6只黑猩猩发现，他们当即展开阵势，分为2组，一组负责直接杀死迪哥，另一组分布在外围，准备一击不成之后再次发起进攻。由于迪哥完全没有防备，再加上双拳难敌四手，新卡族的黑猩猩们轻易就杀死了迪哥。迪哥的死讯传回哈族，引发了全族上下的愤怒。不过，敌人虽然可恨，也需要三思而后行，因为从战斗力对比来看，哈族完全不是新卡族的对手。古道尔曾经做出一则统计：1974年1月，新卡族拥有8只成年雄性和12只成年雌性，而哈族只拥有7头成年雄性和3头成年雌性。由于年幼的黑猩猩们不具备战斗能力，因此并未纳入当时的统计。战争的过程充斥着血腥与残酷。作为主力的雄性黑猩猩会直接对攻击对象进行撕咬，力量强大的一方会直接扯下另一方的皮肤。被围杀的黑猩猩甚至还要被其他猩猩徒手摘除生殖器。古道尔甚至亲眼见过一头黑猩猩在击败对手后，撕开对方的胸口，直接用双手捧出鲜血喝下，其残忍程度绝不亚于某些灭绝人性的人类种族了。在和平时期，成年雌性主要负责相夫教子，
但在战斗模式下，女兵上战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由于新卡族在战斗力方面压倒性的优势，直到1978年末，贡贝西畔卡马哈族的7头成年雄性黑猩猩被全部消灭，就连几头幼年黑猩猩都没有幸免。至于3只母猩猩，1只死亡，1只失踪，还有1只被掳回了新卡族。至此，为期4年的南北大战终于结束。尽管这场战争以哈族的失败告终，但黑猩猩之间的战争却还没有结束。击败哈族以后，休养生息了3年的新卡族，这次将面对的敌人是称霸南方的另一股势力——卡兰德族。卡兰德族的成员更多，他们将新卡族打得节节败退，甚至连首领汉弗莱也在乱战中遭遇几名猩猩的针对，最后被刺杀身亡。经此一役，新卡全族向北方萎缩，而卡兰德族则成为了贡贝西地区真正的全境守护者。古道尔认为，黑猩猩之间的冲突完全符合人类对战争的定义。黑猩猩们会使用偷袭、预谋等一系列手段，达到击败对手的目的，从中抢夺食物、领土，甚至人口。黑猩猩的暴行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场又一场有意图的作战计划。黑猩猩主要分布在赤道周围的非洲地区。明尼苏达大学曾经就黑猩猩的战争行为做出了一系列观察，由科学家带队，调查小组走访了18个猩猩族群。走访期间，有152头黑猩猩死亡，致死原因中，死于同类攻击的概率居然高达70%。有人认为，黑猩猩之间的暴力战争归咎于人类对其领地的占据，但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位于乌干达的基巴莱国家森林公园中，无论是植被、面积、生物种群，都非常适宜众多黑猩猩生存。但是，该地区的猩猩战争依然时有发生。从来自耶鲁大学针对黑猩猩的调查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基巴莱国家森林公园中的黑猩猩不仅攻击同类，它们还会有计划地猎杀游猴来食用。这一现象直接导致当地的游猴种族濒临灭绝。多年以前，黑猩猩已经被划归到了人族，即人猿超科、人科、人亚科、黑猩猩亚族。说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也挺合理。从 DNA 携带的遗传信息上分析，人类与黑猩猩相似程度高达惊人的 98.5%， 甚至人类与猩猩同为 Rh 阴性血，还可以完成相互输血。在 DNA 上与人类的高度相似，也决定了黑猩猩大脑的构造不会简单。尽管黑猩猩的种族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但是在族群内部却有着专门维护秩序的猩猩存在，其作用类似于人类社会的警察。基于一则来自苏黎世大学灵长目动物学家卡洛斯梅克2012年的研究表明，一群黑猩猩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如果族群内有2只黑猩猩打架斗殴，则警察猩猩只需要走到他们2星之间，做一个简短的手势，或是发出某种音节，就可以阻止战斗升级。一般猩猩警官是由族群内较为年长的雄性猩猩担任的，尽管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不会得到任何实质上的好处，但是却能得到其他猩猩成员的尊敬。斯海克教授表示，也许这能为探索人类道德起源起到一定作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尽管黑猩猩之间时常爆发惨烈的战役，但作为他们分布地区的邻居，中分头倭黑猩猩却十分热爱和平。其独特的发型是它们区别于其他猩猩的一个重要特征。倭黑猩猩更加温顺，几乎不会发怒。比起隔壁频繁的战争，他们更爱用做爱做的事来解决个体间的矛盾，并且倭黑猩猩擅长独立行走，叫声也区别于黑猩猩，有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的感觉。其实，除了广泛生长于非洲大陆的黑猩猩们，其他诸如蜜蜂、蚂蚁等存在森严等级制度的生物，也是存在战争的现象的。正如弗朗斯·德瓦尔所著的《黑猩猩的政治》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人类学的研究从一开始作为西方的殖民工具，逐渐蜕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那些科学家们早已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类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转而开始沉下心来关注黑猩猩们的一言一行。是的，人类从来都不是地球的主宰，
政治战争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早在千千万万年前就存在的动物行为。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